如果我告诉你，人类的历史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一个会被定期格式化的硬盘，你一定会觉得我在讲科幻故事。我们平常其实都在默认一件事儿：文明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慢慢长出来的。我们一直以为人类是先种地，先活下去，之后慢慢有了阶级、文字、金属工具，最后才有本事去盖那种超大规模的神庙。但地球上偏偏有一个地方，直接把这套逻辑掀翻了。在金字塔还没有出现，英国巨石阵还不存在的年代，地中海中央一座又小又缺水又贫瘠的岛上，已经有人开始搬动几十吨重的巨石，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大型巨石建筑。问题是，他们凭什么？他们不只在地面上对抗重力，而地下的那些空间也显然不只是普通的墓穴。而今天最让人心里不安的，就是那些看起来像墓穴的地方，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拿来埋葬人类的。今天我们先不讲未解之谜的那一套，我们就直接看这些遗址，这些空间到底藏着什么。马耳他最离谱的地方，得先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：他哪来这个本钱去搞这种巨石工程？文明这种东西，说白了很烧资源。古埃及为什么能造金字塔？因为尼罗河每年泛滥，农民吃饱了饭才有力气去搬石头。但马耳他呢？你在地图上甚至很难找到它。这是一块在西西里岛南边的石灰岩孤岛，没有河流，没有湖泊，土壤贫瘠，淡水全靠老天爷下雨。在这么小、这么缺资源的岛上，人不可能多到哪里去。按照最基础的生存逻辑，他们所有的精力都应该用来捕鱼、种地，想办法活下去。但最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，这群人偏偏把最宝贵的人力和资源拿去干了一件超级不划算的事儿，那就是一场持续了几百年的巨石工程。他们在岛上盖了几十座巨大的神庙群，最老也最出名的叫吉甘提亚，意思是巨人的杰作。在这种地方，照理来说根本不可能搞出这种东西，但他们不只是搞出来了，而且很多细节还处理得非常厉害。当你站在吉甘提亚神庙面前时，最先让人感受到的不是神秘，而是它的重量。外墙是一块块长达5到8米、重达几十吨的巨石。先说清楚，这些石头其实不是从什么遥远的地方运来的，它们大多就取自于马耳他本地的采石场。真正离谱的地方不是岛上有没有石头，而是那个年代的人怎么把这些石头一块块开采出来，拖过来，再立起来变成今天的样子。那可是连青铜器都没有的年代，这完全是血肉之躯跟地球引力的硬碰硬。他们怎么做到的？考古学家在石头底下发现了大量的球形石块，这让不少研究者推测，他们可能是拿这些石球当滚珠，硬生生的把巨石从采石场移了过来。但真正厉害的其实不是石头有多大，而是他们居然知道不同的石头该怎么用。这群人其实很懂材料，什么石头拿来做外墙，什么石头拿来做里面的装饰雕刻，他们分得很清楚。外墙用比较硬的珊瑚礁石灰岩，拿来扛风扛重量，里面就换成了比较软的球形石灰岩，方便他们雕刻和打磨。这种复合材料的做法，他们已经用得相当成熟。更有意思的是它的内部结构，从空中看，许多神庙的平面图不是方形，也不是圆形，是由几个半圆形空间拼在一起的。以前很多人喜欢把它往母神崇拜这个方向解释，觉得这种形状像女性身体。但你换个角度看，这种东西可能根本不只是象征。这种做法学术上叫叠色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石头一层一层的往里收，最后把上面慢慢盖住。它能把屋顶的巨大重力分散到周围这些半圆形的石壁上，即便不用立柱，里面的空间也能做得很大。没有设计图，也没有公式，但他们怎么跟重力周旋，全都藏在了这些石头里。如果说吉甘提亚神庙是在搞定引力，那姆纳拉神庙就更夸张了。它像是在拿整栋建筑去对齐一年里太阳里升起的位置。神庙紧贴着悬崖，面向地中海。很久以来，大家都以为它的朝向是随机的，直到后来人们才发现，它的朝向根本不是随便盖的。春分和秋分，第一缕阳光会精准地穿过正门，照亮主祭台；夏至和冬至，阳光又会分别照亮入口两侧的特定巨石边缘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好像把太阳的运行轨迹直接写进了建筑本身。马耳他官方甚至还会专门带人去看这种太阳照进神庙的现象。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是，这不就是为了看日子播种吗？但你要说这只是为了种田，那就有点太小看他们了。在一个极度缺水的岛上，农业看的是老天爷下不下雨，而不是精确到天的日历。为了种地，耗费无数人力打磨几十吨重的巨石建个天文站，这个投入太奢侈了。
他们好像不只是想知道季节到了没有，而是想让整栋建筑都跟着时间一起运转。这些神庙很像是他们留在时间里的定位点，但地面的部分还不算什么，真正让人不安的一直埋在马耳他的地下。在一个居民区下面藏着一个极其复杂的遗址，那就是哈尔萨夫列尼地下圣殿。这群人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，一路往地下挖，最后硬是挖出了一整套接近500平方米的地下空间。这里发现了大量的人体遗骸，但这个地方大概率不只是用来埋人的，它可能还有很强的仪式用途。因为后来声学研究人员带着仪器进去测量，最诡异的一面才慢慢的浮了出来。在第2层有个房间叫神浴室，墙壁是特殊的内凹结构。研究者发现，如果你在这里发出低沉的声音，空间里会出现非常强烈的共鸣，频率接近110赫兹。在一些研究脑电波的实验里，当声音接近这个频率时，我们的大脑活动确实会出现一些变化。后来研究者注意到，地下圣殿的某些空间和现代实验室里会影响人感觉的低频很接近。这当然不能直接说明史前人已经懂什么是神经科学，但他们很可能早就知道，某种声音配上某种空间，真的会让人进入另一种状态。如果往更大胆一点去想，这地方甚至不像普通遗址，更像是让人进入另一种状态的空间。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几千年前，漆黑的地下深处，微弱的火光里回荡着低频的吟唱。在这个纯手工打造的空间里，他们靠声音改变了自己的感知边缘。马耳他人真正可怕的地方，其实就在这里。他们花了那么多时间，不只是在堆石头，也可能在摸索这些空间会怎么影响人。他们花了几百年，把大量的人力都砸在了这件事里。结果到了大约公元前2500年左右，这群人突然消失了，没发现什么大规模的战争痕迹，也没有被大火烧过。他到底是怎么没的？到今天其实也没有人敢下定论。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，这场消失也许根本不是外敌摧毁，而是被长期的生态压力、气候波动和社会本身的脆弱给拖垮的。在这样一座资源本来就非常紧张的孤岛上，人口一增加，树一砍，再赶上像4200年前那场持续的干旱，这套本来就很脆弱的生存体系基本就撑不下去了。等到干旱和饥荒真的来了，他们那些引以为傲的巨石神庙挡不住饥饿，地下空间里的低频共鸣也换不来一场雨。几百年后，一批已经进入青铜时代的人来到了这座岛上，继续在这里活了下去。可神庙时代那套理解世界的方式，却跟着这些石头一起被埋进了地层里。今天，当我们站在马耳他这些被风化的巨石面前，真正让我们不安的，其实不是它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，它会逼着我们去想一件事儿：文明可能真的不止一条路，有的文明并非是一直往外扩张，一直往外征服。它也可能把大量的资源都放在仪式、建筑、对天象的观察，甚至是对人类自身体验的探索上。这条路也许是走得太远了，也许是走得太脆弱了。如果这条路真的存在过，那我们今天失去的可能就不只是一个答案，而是一种我们今天都已经很难理解的文明路线。这里是信息局外人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。